这是两个魂魄正在抢身体啊，怎么看萧启都是输的一方。毕竟这老鬼之前吞噬过景泰帝的魂魄，自然强大一些。片刻之后，一切归于平静。躺在地上的萧启缓慢地睁开了双眼，他缓慢站起身，活动手脚，适应新的身体。门主，这副身体真是充满了年轻的活力呀！恭喜太子殿下。这具皮囊就交给门主处理了吧。这是要回二皇子府，不怕被人发现不对劲。上界谁都瞧不上的傀儡术，被下界之人玩得明白，直接变成控尸的邪术。来人！与景泰帝重伤时的声音一模一样的声音从那傀儡的喉中发出。不多时，3位权倾朝野的重臣被紧急招入养心殿。傀儡当众写下退位诏书，传位于太子萧启，并告知众人他要去西山别院静养。朝中诸事由新皇与3位爱卿共理。原来如此，先用傀儡之术稳住朝臣，写下退位诏书传位于萧启，一切都安排得明明白白，合情合理。这老鬼心思之缜密，手段之歹毒，真是令人不寒而栗。陆真真觉得无戏可看，正准备要走，就被寻宝叫住了。神，鼠发现有很多银子，要不要？在哪？走走走。神，这里，这是最后一件了。神，快点，鼠带你去下一个地方。马上。景泰帝这老匹夫，一辈子搜刮的民脂民膏，通通拿走。抄了狗皇帝的私库，这种替天行道的感觉简直不要太爽。乖寻宝，这回干得不错，回去赏你好吃的。快带我去找下个地窖。奇怪，这次天道爸爸怎么没反应啊？难道天道爸爸也觉得这狗皇帝该死，所以默许了？等陆真真回到镇国公府时，已经天光大亮。娘，以后我们不用再提心吊胆被人算计了。怎么回事？你好好说说。景泰帝去西郊别院养伤，在路上死了。太子萧启在回府的路上遇刺，身亡了。谁杀的？是4皇子和5皇子所杀。周清风在案发现场抓住他们，人证物证俱在，无从抵赖。好家伙，昨晚的大戏，本尊只看了上半场，没想到下半场如此精彩。景泰帝刚夺舍成功，还没来得及秀2圈自己的新皮肤，就被自己养的崽给祖团送上天了。这算什么？满一赠一，双重暴毙。他恐怕是史上最憋屈的夺舍者了。真是天道好轮回，苍天饶过谁。若是逆道门门主知道自己辛辛苦苦帮景泰帝夺舍成功，对方转身就死了，会不会被气死？大皇子在边关军营，2皇子被4皇子、5皇子所杀，3皇子、6皇子被诡异杀了，7皇子被雷劈杀了，8皇子关在宗人府。大哥，如此算来，景泰帝的儿子们岂不是只剩下大皇子和8皇子可以继承皇位？大皇子的母亲只是贵人，而8皇子从小就没有母族，他们在朝中毫无根基，朝臣是不会让他们坐上那个位置的。那会是谁坐那个位置？今日早朝，百官举荐并肩王继承王位，1月后登基。怎么回事？他好像还没开始搞事情。景泰帝不但把自己作死了，连萧莹不费吹灰之力就坐上了皇位了。陈儿，你确定皇帝死了，并肩王1月后登基？是。是不是再没有人能威胁到我们苏家了，或者说是暂时？是的，娘。是的，娘。4皇子、5皇子弑君杀兄，人证物证俱在，已于今日验明正身，打入天牢，秋后问斩。皇室血脉凋零，朝中再无人
与我们苏家为难了。好，死得好，死得好啊！众人还未反应过来，秦氏猛地站起身，提起裙摆，竟是疯了一般朝着院外冲去。娘，出何事了？母亲，狗皇帝死了，他的儿子也死得七七八八，娘终于可以光明正大的认回二弟，自然是急不可耐，竟是直奔着府中最偏僻的马厩而去。夫人，儿啊，我的儿啊，娘可算是能让你认祖归宗了。李二狗心下了然，二少爷死了，夫人开始有些神志不清了，居然将他一个臭乞丐认成二少爷。娘，别伤心了。李二狗想到养父母的死，眼眶不由得红了红。儿子只是出趟远门而已，日后儿子出门，娘不可如此伤心。我没有认错人，我真的是你的娘。你是真国公府的二公子，是娘失散了多年的小儿子呀。国公夫人这么好的人，疯成这样，真是没天理啊！大少爷、大小姐、二小姐、三小姐，国公夫人病了。娘，别哭了，如今苦尽甘来，该高兴才是。是为娘太过着急了，我们对于你二弟来说只是陌生人和主家，不管如何，他都有知道真相的权利，即便日后不与我们相认。李二狗，你可知本官为何带你来国公府？小的不知啊。因为我母亲说的都是真的，你的的确确是我国公府的二公子，我的弟弟。当初母亲生你时，先皇忌惮父亲想要收回他手里的兵权，就将六皇子，也就是苏南渊与你调换。我们也是前段时间才知道这个消息，大哥知道的第一时间就派人去找你了。恰好你被诬陷杀了假七皇子，所以我才想尽办法将你带回家。你可以恨我们，但是千万别恨娘。之前他并不知情，知道后呢，又怕你有危险，直到先皇驾崩，才敢前来认你的。不管李二狗信不信，反正苏南辰已经将事情大致讲了一遍，就被秦氏亲昵地牵着手，将他带到早已给他准备好的院子里。洗漱完毕后，转眼间就从一个马夫变成了衣着光鲜的富家公子。看看，我们是不是长得很像？因为我们是双生子。小的，我真是苏家人？如假包换，若不是狗皇帝，你也不会流落在外面这么多年。娘，大哥、大姐、二姐、小妹。苏中，通知府里就说国公府真正的二公子回来了，让下人们都长点眼力劲儿，别让小公子受了委屈。另外，给京城所有的显贵送上请柬，让他们半月后来参加国公府的认亲宴，告知族老，认亲宴上开宗祠，让我儿子认祖归宗。是，夫人。和三小姐如此相似的脸，果真是府中二公子。但之前的二公子是何人呢？不会是苏国公的私生子吧？那可不得了。瞧苏管家的眼神，不会是脑补什么国公府真假少爷的大戏吧？该不会怀疑老六是便宜老弟的私生子吧？李二狗惊恐地看向四周，这个声音又出现了，都说国公府有诡异，难道是真的？听见新生的苏家众人纷纷看向苏中，让他浑身起了冷汗。主家这是怎么了？怎么用这种眼神看着我？怪瘆人的。二公子是被人调了包，最近才找回的，之前那个就是个假的，别胡思乱想。知道了，知道了。等人走后，苏宁熙看着焕然一新却依旧手足无措的二哥，
将身上黑漆漆的测灵石递到李二狗面前。二哥，你把手放上去试试。这是什么？你先试试嘛，之后我再跟二哥解释。他手中翻转，毫无变化。唉，可惜了，还以为苏家人都是人中龙凤，二哥看来与仙道无缘了。小弟，别太在意。是希儿看了画本子，说是石头能测试仙缘，也不知道从哪里捡了一块破石头就当成宝，一天瞎闹。没事，小妹开心就好。二弟的养父母还是不错的，被换了命格之后，二弟此生命运多舛，霉运缠身。若不是二弟被养父母养成豁达的性子，恐怕早就死了。毕竟爱笑的人运气都不会太差。既然认祖归宗了，就不能再叫李二狗了。娘给你取一个新名字，可好？到了你们这一辈是男字辈，娘希望你此后的人生如一叶扁舟，虽经历风浪，终能安稳靠岸，逍遥自在，便叫苏南州，如何啊？苏南州，谢谢娘。只是苏南州眼中的光芒却悄然暗淡了，一丝难以察觉的悲伤如水墨般在他眼底晕开。他低下了头，掩饰住了自己的情绪。唉，看二弟这模样，是想起他的养父母了。李二狗这个名字虽然是贱名，却是他养母在冰天雪地里捡到他时，有2只狗依偎在他身边，才让他没事儿。养母给他取这个名字，一是让他记住2只狗的恩情，二是贱名容易养活。如今改了名，换了身份，就像亲手斩断了那段过往，他心里定然是不好受的。李二狗一愣，府中的诡异如此厉害，怎么把他的事情知道一清二楚？娘知道你在想什么，在外人的面前你是苏南州，在府里你就是李二狗，如何啊？你的养父母与你有救命和养育之恩，他们同样是你的爹娘，我们苏家欠他们一份天大的人情。二狗这个名字是你的养父母给你取的，你不想与他们最后的一点羁绊也断了。苏南州的嘴唇微微颤抖，眼中的泪水几乎要控制不住滚落下来。他从未想过自己尊贵无比的亲生母亲，非但没有介意他卑微的过去，反而主动承认了他养父母的恩情。二狗，明日娘亲自陪你一道，去为你的养父母修缮坟茔，重立墓碑，让他们也知道他们的孩儿出人头地了。往后的每一年，苏家都会为他们祭扫，香火不绝。娘，好孩子，快起来，递上粮。翌日，秦氏带着苏南州坐上马车，苏中陪同一起去给苏南州养父母修坟。苏家姐妹觉得真要开宗门，定是要人要钱。苏宁熙拿着测灵石找自己要好的小姐妹，但是小黑石都没有什么动静。苏宁烟则每日揣着钱带着春桃在京城选宗门地址，但看来看去都不好。小姐，宁远侯府如何？的确是极好的地方。走，去老太婆的房间里把房契和地契找出来。王爷不是要登基为帝了吗？让你来做甚？镇摩司周清风见过陆姑娘，今日我是帮王爷给陆姑娘送一封信的。本尊就说萧莹这小子靠谱，一眼就知道本尊想要什么。此信你可看过了？看看吧。信上的内容言简意赅，王爷说自己即将登基为帝，国事繁荣，无暇兼顾镇摩司。感念陆真真有神通手段，可保镇摩司，特请他出任镇摩司指挥使。镇摩司不属于朝廷和他的管辖。王爷果真体恤下属，以后更是会勤政爱民的好皇帝。瞌睡来了就有人送枕头，本尊正愁怎么把镇摩司的人拐进天玄宗当弟子，没想到萧炎直接将镇摩司打包了给自己，太顺利了。
天道爸爸，是不是你暗中帮忙的？你可有意见？不同意，本尊打到你同意。属下周清风参见指挥使大人，但凭大人差遣，万死不辞。不错不错，孺子可教也。这周清风还算是个明白人，省得本尊费口舌。如此，你就陪我去镇魔司看看。两人一前一后走出了镇国公府的后门，二人行至京城最繁华的朱雀大街。周清风长得不错，只是姻缘有一点点坎坷啊。张小姐，你怎么会在此处？周清风，看这样子有瓜。张小姐为何如此生气？可是周某哪里得罪了张小姐？你何止是得罪，你简直欺人太甚！朝着周清风的脸颊便狠狠挥了过去，一声清脆响亮的耳光响彻了半条街。他彻底懵了，眼中满是不可置信。张小姐，你这是何意？袭击朝廷命官可是要下大牢的。周清风，你既然心里已经有了喜欢的姑娘，为何要答应父母与我相看？如今又带着新人大摇大摆的招摇过市，你将我张家的颜面置于何地？欺辱我张家没人了是吧？他的目光随即转向一旁看戏的陆真真，眼中带着鄙夷与警告。姑娘，你可要擦亮眼睛，莫要被这种伪君子给骗了，满口的谎言。说完，他狠狠一跺脚，泪水在眼眶里打转，扭头便跑进了人群，消失不见。无辜中枪的陆真真无语，信息量有点大呀。周副指挥使，有喜欢的姑娘还去和别的姑娘相看，有点渣呀。大人，您别误会，家母近日确实是为属下安排了几位世家小姐相看，这位张小姐便是其中之一。可是属下与她不过是一面之缘，连话都未曾多说几句，何来负心之说呀？我信你。顶着个巴掌印，在一众路人异样的目光中，只能硬着头皮在前面引路。然而刚过了一条街，转入另一条巷口，一道火红的身影如旋风般冲了出来，又一次拦住了两人的去路。不好！果不其然，那红衣女子一言不发，走到他面前，扬手就是要打他。这一下不偏不倚，正正打在了周清风另一边完好无损的脸颊上。渣男！这周清风是捅了京城贵女的马蜂窝吧？出门没看黄历？有点期待，一会儿会不会有第三个打他耳光之人？放肆！本官是朝廷命官，是镇魔司副指挥使，你究竟是何人？为何要当街辱骂本官？今日若说不出所以然来，别怪本官把你押入镇魔司大牢。听周清风的意思，他不认识这位世家小姐。姐姐，小青听得真真的，她就是那个意思。为何？你自己做下的好事，还有脸问为何？你这个骗子、伪君子，你凭什么抓我？我打的就是你这种欺骗女子感情的无耻之徒。这位小姐，我与你素不相识，为何当街辱骂我的名声，伤我颜面？我何时欺骗女子感情了？若不想说，就随我去镇魔司的大牢里说个清楚。你敢？你看我敢不敢？当街袭击朝廷命官，仅此一条，就够你在大牢里待上10天半个月的了。你放开我！你这个大骗子！我姐姐到底哪里不好？你既然心中早有他人，为何还要去与我姐姐相看？你知不知道，姐姐早就喜欢你了。得知这次相看的人是你，她有多欢喜。我姐姐得知你有心上人，弃面不顾爱与王妃的意思，每日以泪洗面，都是被你这个伪君子所害。你让她伤心，我们要替她讨回公道，有什么不对？连周清风自己都听懵了，他何时有心上人了？他自己怎么不知道？这就有意思了。周清风，本尊对这事儿也爱莫能助了。这位小姐，你怕是误会了。我母亲确实是为我安排了几场相看，让我与京中贵女们接触接触，看看与哪家小姐情投意合。这一点
在相看之前就与女家说清楚了，他们同意才会见面的，何来欺骗一说？更何况周某至今孑然一身，心中并无倾慕的姑娘。你口中所谓的心仪姑娘是谁？又是从何说起呢？你真没喜欢的人？没有。既然如此，为何苏？周副指挥使大人，一模一样的话术，接二连三的巧合，目标明确，显然是冲着你来的。你自行解决，镇魔司我自己去便可。陆真真声音里带上了几分玩味，说完转身便朝着镇魔司的方向径直离去。你当真没有？到底是何人如此毁我名声？没有。好，随我来。二人一前一后穿过喧闹的朱雀大街，拐进了一条清幽的巷弄。品茗院，那是吏部侍郎家的王小姐，前几日也曾与周副指挥使相看过吧？王姐姐，你有所不知，那位周副指挥使表面瞧着风光霁月，实则是个道貌岸然的伪君子。此话怎讲？他早就跟别的女人不清不楚，妹妹亲眼所见，两个人黏糊得很，还要听从家中安排，出来与我们这些世家小姐相看，这叫什么？吃着碗里的，看着锅里的。王姐姐啊，你人这么好，莫要被他那副正人君子的皮囊给骗了，小心日后伤心难过。周清风听见这些话，只觉得一股血气直冲头顶，锐利的目光看向说话的女子。怎么会是她？哼，苏三小姐亲眼见到，看你如何辩解。周清风没有回答她的话，径直朝着那临窗的席位大步走去。周副指挥使，苏三小姐，我何时与女子不清不楚？背后说人是非，可不是大家闺秀所为。周清风，你放开我！好，很好。周清风不顾苏宁熙的挣扎与尖叫，拖着她就往旁边的空房间走去。苏三小姐，你我往日无冤，近日无仇，为何要这般处心积虑的污我名声？你要什么名声？喜欢李若兰那样的，能是什么好东西？别说本小姐是白眼狼，上次李文山的事儿，救我的是真真姐的小青蛇，不是你。李若兰是谁？啊，吏部尚书家的千金。我何时说过自己喜欢过李小姐？你还敢狡辩？我母亲的生辰宴，你忘了不成？你为了帮那个李若兰，当着满堂宾客的面让我当众出丑。周清风，那份羞辱，我苏宁熙记一辈子。本来我们井水不犯河水，若不是他这2日像个神经病般的在我面前蹦跶，我根本就没有心思搭理你们这对狗男女。给真真姐找宗门弟子不香吗？周清风彻底愣住了。国公夫人的生辰宴，他想起来了，那日苏三小姐与李小姐争吵，王爷让他上前帮忙。至于怎么将2人分开的细节之处，他已经忘记了，只记得自己给其中一人丢了张定身符，对方眼里先是错愕，随即燃起熊熊烈火，死死地瞪着他。那人是苏三小姐，在他看来，这不过是制止一场即将失控的闹剧，最简单最快捷的手段。就因为一张定身符，周清风看着眼前这张因愤怒而涨红却依旧美得惊心动魄的小脸，气笑了。女人真是不可理喻，就因这点小事不惜毁掉她姻缘的方式来报复她。他正欲开口将那定身符的来龙去脉说个清楚，屋外响起一道娇滴滴却又尖酸刻薄的女声。林姐姐，你看见苏三小姐了吗？我怎么没瞧见她？自从假的七皇子之后，极少看到她了。如今七皇子疯了，就没看上她，可能是躲在什么地方哭吧。我听说苏三小姐喜欢上了一个书生，国公夫人不同意，她就在家里面要死要活的，却不知那个书生根本就没有看上她，只是为了她的银子罢了。她就是个见到男人就走不动道的，
真是丢尽了镇国公府的脸面。这贱人居然敢在背后这样编排他！小姐，奴婢方才明明见到苏三小姐往这边来了，怎么一转眼就不见人影了？许是又瞧上了哪家公子，没脸没皮的跟上去了吧？这苏三小姐呀，就是这般不知检点，仗着自己是国公府的嫡女，成日里追在男人身后跑，也不怕被人笑话。李若兰，你个贱人，放开我！周清风，你放开！屋外，李若兰那令人作呕的声音还在继续。也不知将来谁家这般倒霉，会娶了这么个货色。啊，算了算了，我们还是别提他了，免得污了耳朵。哼，周清风，你听听，这就是你喜欢的女人，嘴巴比茅房的石头还臭。为了这么个东西，你当初让我当众出丑，如今还护着他，不让我出去，你的眼睛是瞎了吗？你冲动出去打了他，对你对国公府没有好处。虽说下月初王爷登基为帝，但在那之前，先皇旧部还是会拉你们苏家下水，李家就是其中之一。你想不想报仇？报仇？他要帮我？镇魔司的力士无人不知陆真真，见他来了，赶紧将他迎了进去。数十名身穿百姓衣服的力士正背着简陋的行囊，三三两两地聚集在一起，似乎打算离开。今后是王爷为帝，朝廷的抚恤金很快会下来，我打算回老家种田了。哎，也好，我们这些人退役多年，如今能将身体内的魔气去除，还能断肢重生，今后得好好活着，才对得起王爷的厚爱呀。咱们真就这么散了？不知道是不是我的错觉，最近诡异比以往要多呀。别呀，我的预备役宗门子弟们，你们怎么就要卸甲归西了？你们可是我未来宗门的中流砥柱，未来的护法、长老、堂主啊！你们走了，我上哪去找这么多身经百战、心性坚韧的好苗子？本尊何时才能筹齐弟子，飞到上界报仇啊？内堂中，李大人，陆姑娘来了。李大人，陆姑娘，你怎么来了？王爷并不在镇魔司。我不是来找王爷的。陆真真将萧莹写的信件递给李薇，你看看。大人来此可是有要事吩咐下官？立刻召集镇魔司所有在册力士，包括那些退役还乡的，1刻钟内全部到演武场集合，我有话说。是。1刻钟后，镇魔司巨大的演武场上黑压压的站满了人。弟兄们，王爷即将登基为帝，王爷无暇监管镇魔司，从今日起，镇魔司由陆大人掌管。今日召集大家，是给你们一个选择，愿意留下的继续为镇魔司效力，不愿意的现在就可以转身离开，没人会阻拦，还会发足3个月的饷银作为盘缠。最终离开的不过寥寥10余人，剩下近1000人依旧如松柏般挺立在原地。陆大人，镇魔司上下人齐了。很好。话音未落，所有人看见他手腕一翻，一块通体漆黑、拳头大小的圆形石头出现在掌心。现在，一个个上前来，用手握住它。本尊给完人降了下级，若是再出现国公府那样的异象，逆道门非把整个镇魔司都给本尊炸了。虽不怕，但镇魔司人太多，若是一个个被人暗中掳走，本尊逐个救人太费劲了，得尽快找到逆道门，直接灭了才是王道。低调低调。我来。宁远侯府。忽然他想到选宗门地址一事，只有希儿知晓。春桃是如何知道他要干什么？他缓缓抬起眼帘，目光落在为他添茶的春桃身上。难道春桃她也能听见真真的心声？
春桃，小姐，奴婢在。你为何会向我建议宁远侯府？你是否也能听见真真的心声？是，奴婢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自打那日奴婢醒来后，脑子里时常会多出一个声音。奴婢一开始还以为是府里闹了什么不干净的东西，吓得夜夜不敢安睡，生怕是被鬼魅缠上了身。直到后来听得多了，奴婢渐渐明白是陆姑娘的心声。原来如此，她心中豁然开朗。原以为只有苏家的血脉至亲才能听见陆真真的心声，如今看来并非如此。这奇特的能力似乎并非源于血缘，或许是信任。春桃，你听着，听见真真心声这件事，万万不能让其他人知晓。奴婢明白，奴婢发誓，若有半句泄露，便叫奴婢天打雷劈，不得好死。倒也不必如此，家里人无所谓，只怕外面的人会起歹心。属下周清风参见陆大人。事情可处理妥了？已处理妥当。哎呀，差点忘了，还有个漏网之鱼没测呢。周清风可是本尊看好的人啊，可千万别让本尊失望。不说天灵根，地灵根也行啊。劳烦周副指挥使将其拿过来给我。周清风不疑有他，抓住桌上的石头就递给陆真真，忽然发出混沌般的辉光，很快又恢复平静。周清风自己都没有发现，只以为是一块普通石头，只有陆真真看得清楚。我去本尊果真是受天道爸爸眷顾，瞧瞧这是什么神仙运气，混沌之体，万古无一的混沌之体，这可是能修炼任何功法且近近一日千里的绝世道体呀！哼，不但大大减少本尊回上界的时间，还有了可横扫上界的复仇工具人，想想都开心啊！从今日起，镇魔司所有日常公务由周副指挥使全权处理，若有你们做不到的，再通知于我。这功法可以让所有人修炼，遇上诡异就不容易死了。1月之后，我来检验成果，表现优异者另有重赏。引气和淬体都是修仙宗门的基础课程，难道陆大人要带我们修仙？搞定！甩手掌柜当起来就是爽。陆真真心情甚好，难得在糕点铺子里买了苏家人爱吃的，拿上糕点正准备回国公府时，突然看见一道熟悉的身影从前方拐角处急匆匆地走出，正是大理寺少卿高旭白。收钱未办事可不好。高大人，你是？陆真真。啊，原来是陆姑娘，不知姑娘寻本官有何事啊？我来寻你，是兑现当日的承诺。高旭白一脸的茫然，他与这位贵人素不相识，何来承诺一说？当时在大理寺大牢，高大人给了我50两银子，让我帮你家人看病。高大人可还记得？不瞒陆姑娘，病人正是家中小妹。刚才府里小厮传信，她的病恶化，快不行了。走吧，带我去看看病人。高旭白看着陆真真淡定的模样，仿佛抓住了最后一根救命稻草，赶紧领着人进了府。老爷，您可回来了，小姐她……高大人，小的才疏学浅，高小姐这病小的治不了，你们另请高明吧。有意思，这可不是生病啊，是有人用高小姐的阳寿养小鬼啊。不知小妹能不能撑过今晚？高小姐的病我能治，这毛病也就1颗生鸡蛋的事儿，简单的很。陆姑娘，你说的可是真的？你真能医治我家小妹？不知高小姐的贴身丫鬟是谁？这些年为了给小妹治病，府里但凡值钱些的东西都变卖了，平日里
只有兰花和桂花2个粗使丫鬟轮流照料。兰花、桂花，你们进来见过陆小姐？奴婢见过陆姑娘。两人有点小聪明，总的来说面相属于憨厚老实的，不是帮凶。我问，你们如实回答。是。我问你们，高小姐夜里可有什么异常之处？兰花和桂花对视一眼，齐齐摇了摇头。一点都没有吗？任何你们觉得可疑的地方都行。回陆姑娘，小姐白日里总是咳嗽不止，偶尔还会吐血，浑身疼痛难受得紧。可一到了夜里，小姐反倒安稳了许多，不咳也不喊疼，睡得很好。兰花说的没错，小妹的病症极为古怪，仿佛白日与黑夜是2个截然不同的病人。那你们呢？你们2人守夜时可曾睡得很深？2个丫鬟的脸色瞬间白了几分，像是被踩了尾巴的猫，连忙用力地摇着头。没有，奴婢们不敢睡沉，奴婢们整夜都守在小姐床边，眼睛都不敢合拢，生怕小姐有什么闪失。这2人的小聪明都没用到正途上，若他们早将这样反常之事告诉高旭白，或许高小姐就不会痛苦这些年了。陆姑娘，如何？陆真真从乾坤袋里拿出一颗生鸡丹递给她，给她吃下去。高旭白拿着丹药就放入自家小妹的口中，不到10息，高小姐的脸色从苍白到红润，就连消瘦的脸都圆润了起来，呼吸也变得均匀绵长。多谢陆姑娘的救命之恩，高某无以为报，日后有任何吩咐，高某都会替你办。陆真真点了点头，示意她让屋里的下人离开。陆姑娘可是有话要问在下？你可有仇家？又或者你得罪过谁？陆姑娘，你有所不知，自从父母死后，我与小妹相依为命，为了赚钱，我变得世俗，处事圆滑，不敢得罪任何人引来麻烦，所以我印象里是没有得罪任何人的。争执都没有？争执嘛，不过都是政见不同而已，不算得罪人吧。就连我跟你大哥也时常因为案件有过争论。再想想，有没有故意跟你唱反调之人？啊，我想起来了，还真有一人。此人是我同窗，一同入朝为官，每次都会跟我争论1、2。我以为只是观点不同，现在细细想来，有些明明一眼是错误的决定，还是要跟我争论一番。陆姑娘，难道说此人与我小妹的怪病有关？差不离，不过还需要验证一下。今晚我给高小姐守夜。这夜，陆真真端坐于高小姐房内的八仙桌旁，一股阴冷的寒冷白气毫无征兆地从紧闭的门缝中丝丝缕缕地钻了进来，仿佛无数条冰冷的毒蛇在地面上游走蔓延。来了。一个半透明、周身缭绕着淡淡白雾的人影，如鬼魅般悄无声息地飘了进来。他低下头，高小姐一拳头的距离停下，张开嘴大口吸着对方的生机。一道极快的身影闪现在白雾人影面前，随意的抬手一掌，蕴含凌厉的金光掌印凭空凝聚，击中他的胸口。这玩意儿不人不鬼的，倒是有意思。说吧，谁派你来的？想跑，真是天真。陆真真冷哼一声，快速出了房间追了上去，动作飘逸而迅捷。这不是想知道幕后之人是谁，你以为逃得掉吗？赵府。陆姑娘，可否寻错地方了？赵海是大理寺丞，我与他关系不错，他没有害我的理由啊。知人知面不知心，去看看不就知道了。陆真真怕他碍事，点了他的哑穴后，拎着高旭白的后衣领，直接带人进了赵府内院。很快，
两人就抵达了赵海书房。陆真真看见他全身上下都弥漫着死气，之前逃走的一团白雾正悬浮在他的头顶上。这人不人鬼不鬼的玩意儿，还是那个温文尔雅刚正不阿的同僚赵海吗？这分明就是诡异呀！天哪，这大昭国里还有多少披着人皮的诡异生活在我的周围，细思极恐啊！借寿续命，这样的禁术早就已经被封了，为何会在下界出现？若这事儿与逆道门有关，就很说明一件事，逆道门内有上界之人。这群到处蹦跶的跳梁小丑还真以为灭了天神宗就觉得自己天下无敌，觉得自己又行了。怎么回事？你不是说高家那丫头是难得一见的长寿之人，只要吸干了她的全部阳气，我的怪病就能彻底痊愈吗？按照你的计算，那丫头今晚必死无疑，为何我的怪病并未被治愈？那团白雾似乎并未理会他的怒火，散发着淡淡白光，似乎在跟赵海说些什么。什么？他没死？他为何会没死？谁敢动我小妹，谁都得死，诡异都不行。该死的赵海，平日里装的人模人样的，居然如此阴毒。稍安勿躁，一会儿你再揍他。瞧这样子，赵海也只是颗棋子，不知白雾身后之人会是谁。废物，连个手腹肌之力的弱女子都解决不了，我要你何用？我不管你用什么办法，他今晚必须死，否则我们之间的交易就此作罢。白雾闪了两下，赵海的瞳孔猛地一缩，他快速扭头，一双浑浊而怨毒的眼睛穿透了窗户的缝隙，锁定了窗外的陆真真和高旭白。陆真真见状，并未仓皇逃走，而是大摇大摆推开书房的门走了进去。赵海，我视你为知己兄弟，你为何要如此对我？高大人，你还真是天真啊，没看出来他靠近你是想从你这里得知高小姐的病情进展，也为了误导你。高小姐是病人，而不是被诡异所害，更加是为了不让你怀疑。若不是为了治我的怪病，谁愿意和你称兄道弟？哼，既然你们来了，正好我还缺些生机，就拿你们来补吧。哼，这玩意儿居然能受得住本尊异常的攻击力，应是养了不少年了。白雾见自己不敌，再一次撞开窗户飞了出去。京城何时多了这么一号人物了？你到底是谁？陆真真。难怪高家那丫头没死呢，难怪白雾逃了，原来这位女子就是救了王爷的高人。你的病我能治，但你先说说那团白雾是怎么回事。只要你能救我的病，我什么都说。这样的人干脆让他死了不好吗？既然是王爷登基，诡异便不再是特例，治好他，再让他接受朝廷判决，是最好的。本尊能够感觉诡异在暗中蠢蠢欲动，岂不能杀一儆百？若人人都被诡异蛊惑，干出害人的勾当，下界岂不是乱套了？发什么愣？赶紧回答陆姑娘的问题。说他再打我，我一个字都不会说。威胁我？你不说又如何？得怪病受折磨的又不是我。高大人，狠狠揍，揍到他愿意说为止。若是一直不说，直接打死。高旭白听见这话，脸上扬起阴恻恻的笑，抡起拳头就朝赵海身上招呼。读书人的力气这么小的吗？陆真真嫌弃地悄悄给高旭白一个大力符和体力符，力道瞬间大了3倍。赵海被这突如其来的力道疼得哭爹喊娘。我说，别打了，求你别打了。什么？你还不肯说？嘴还挺硬的。赵海疼得直翻白眼。这家伙定是故意的。不知过了多久，赵海的声音越来越弱。说，谁让你对高小姐动手的？我说，
多年前我得了怪病，浑身的肌肉一寸一寸的萎缩，眼睁睁地看着自己从一个风华正茂的青年变成一具活着的骷髅。名医请遍了，丹药吃尽了，都无济于事。仅仅是躺在床上，每日感受着生机从体内流逝，只能无奈地等待着死亡降临。哦，肌肉萎缩。就在我快要油尽灯枯的一个夜晚，那团白雾它出现了，它就悬浮在我面前，说它可以救我，能让我恢复如初，甚至比以前更强壮，只需要吸取一个长寿之人的生机来填补我的亏空。等那人死后，我的病就好了，但治愈后我需要付出一定的代价。什么代价？需要给他找一个阴年阴月阴时出生的7岁以下的孩子。为何会选中高小姐？那白雾给了我5人的名单，说想要成功还有一个极为苛刻的条件，必须是被吸取之人的至亲手足，对我抱有绝对的信任，毫无防备之心，他才能神不知鬼不觉地摄取生机，否则便会失效，还会遭到反噬。这是什么治疗手段？诡异想要吸取人的生机只是眨眼之间，为何还要取得什么狗屁的信任？怎么看都觉得那鬼玩意儿骗了赵海，或许是利用赵海来混淆视听，不让镇魔司的人发现。所以你才处心积虑地接近我？是，所以你我都在京都，都在大理寺，和其他4人相比更顺理成章。赵海，你就是个畜生！我们之前高谈阔论，推心置腹，我生病了，你彻夜照顾，这些情谊都是假的。我帮你从一个小小的陆氏坐上大理寺丞的位置，你利用我的信任去害我唯一的亲妹妹。我有没有跟你说过，我父母去世的早，妹妹从小干苦力，做绣工供我读的书，你竟为了自己活命对她出手，你的心是什么做的？是石头吗？赵海，你就是一个忘恩负义的白眼狼！小绵羊似的读书人发起狠来，还真是不要命的凶残。够了，再打他就死了。他的病已治好，不属于诡异类案子。你是大理寺少卿，不要知法犯法。姐姐，小青好像找到那个大坏蛋的老巢了。一道软糯糯又带着一丝邀功的兴奋、急切的小女娃音突兀地在他脑海中响起。他钻进了一座宅子，就没出来过了。很好，小青真能干，办事效率还挺高。回来姐姐给你吃好吃的。高大人，你先将赵海带回大理寺，等我事情处理完了，自会去大理寺录制口供。看得出这家比高旭白有钱。姐姐，小青进入这里后就没有看到白雾的踪迹了，我肯定一点，他没有离开，需要姐姐找一找。没关系，小青已经很棒了。祠堂的门虚掩着。儿子，你就跟你父亲服个软，认个错吧。你爹也是为了我们张家好，你怎么就不明白呢？这是有瓜。母亲，我没错，错的是父亲，他与那诡异之物合作，无异于与虎谋皮。今日是高家小姐，明日又会是谁？为了他一人的苟延残喘，要牺牲多少无辜之人？这信息量有点大呀。如此看来，这家人也不是白雾的主人啊。住口！你父亲这样做为了什么？还不是为了你呀？若你爹死了，还有谁在朝堂上护着你？哼，护我？我看他是贪生怕死。圣人言，君子有所为，有所不为。此等伤天害理、操管人命之事，绝非正道。你，常子谦，那可是你的嫡亲父亲。若非有白雾仙师相助，你父亲早就被病痛折磨死了。哼，仙师，娘，你觉得那鬼玩意儿真是仙人？非我族类，其心必异。那东西根本就不是在救爹，他是在吸食爹的精气和寿元。他骗取了爹的信任后，就把爹当成一具可以随意操控的傀儡。住口！
娘只要你爹活着，就算是牺牲无辜之人，你就继续跪着，什么时候想通了，什么时候出来。看来这家的当家人也是和赵海一样，被白雾蛊惑了。不过这倔强的小郎君倒是有几分意思。张子谦感觉屋内多了一个人，下意识看向身后望去。拥有倾国倾城容颜的女子，又无声无息地出现在此党，定然不是人。难道是白雾的同党寻上门来了？你是何人？是那妖物派来杀我的吗？陆真真，镇魔司新上任的指挥使。小郎君长得还挺周正，就是胆子小了点。本座追查一团吸食生机的白雾，看见他进入了张府，你可有线索？镇魔司，大人，求大人救救我父亲，求大人救救我们张家。刚才还唾弃自己的父亲，现在又求本尊救，是个孝顺的好孩子。我可以救，但他受诡异蛊惑害了人。下官知晓，只要大人救下父亲，哪怕他下半辈子坐大牢，下官也是感激不尽的。起来说话，将你知道的一切一字不漏地告诉我。是，事情得从多年前开始说起。家父他身染重疾，病入膏肓，京中名医都已经束手无策。那一日，父亲已经水米不进，出气多进气少，连祖母都已经开始为他准备后事了。我们全家都守在他的床前，亲眼看着他咽下最后一口气。可是就在第二天清晨，棺材中的父亲就自己坐了起来。不止如此，他面色红润，精神矍铄，仿佛从未生过病一般，活蹦乱跳的出现在我们所有人面前。我们以为是尸变，准备报镇魔司，但祖母阻止，请大夫来检查，发现父亲真的还活着，而且病也好了。我们都以为这是神迹。当晚父亲将我母亲单独叫进书房中，告诉了他一个惊天的秘密。他说是一位白雾仙师救了他，仙师虽让他起死回生，也只给了3日的阳寿。若想长久的活下去，就必须找到另一个和他一样病入膏肓、阳寿将尽之人，将那人的阴寿借过来。难道这个倒霉蛋是赵海？然后家父就通过他的人脉，很快找到了重病的大理寺陆氏赵海。好家伙，还真是赵海。这是诡异新发明的生命收割链吗？白雾发展了张子谦他爹当下线，张子谦他爹又去发展了赵海，该不会下一个要蛊惑的是高小姐了吧？在下自有饱读圣贤书，甚至夺人性命，有违天理。家父此举也邪魔无异，在下心有不忍，没有去镇魔司告发，那毕竟是我的生身父亲啊。于是我便暗中观察那大理寺陆氏赵海，我本以为那诡异会要了赵海的命，没想到那赵海竟如家父一般，病体痊愈，精神焕发地出现在人前。之后赵海开始时不时地靠近高旭白高大人，嘘寒问暖，亲热的仿佛是穿同一条裤子的兄弟。我觉得有诈，因为我亲耳听见赵海背后与人非议高大人，言语间满是嫉妒与不屑，那副嘴脸虚伪至极。在下断定他定然对高兄图谋不轨。我与高大人曾是同窗，关系尚可，我想将此事告知高兄，提醒他小心赵海。可不知为何，那赵海就像是粘在了高兄身上，无论是当值还是休沐，都形影不离。好不容易等到下旨，我的家人便会立刻驾车将我接走，我连与高兄独处的机会都找不到。情急之下，在下只好出此下策，在各种场合与高兄唱反调，故意与他争执，希望他能因此事私下寻我理论，届时我再将真相和盘托出。噗，什么鬼才操作？难道不知道人的逆反心？你越如此，越让高旭白与赵海走了近。好在高旭白是一个大大咧咧的个性，不然得恨死你。可高兄为人正直，许是不屑与我计较。这么多年，他一直安然无恙，我也就渐渐将此事放下了。直到前些时日，我才听闻
高兄的妹妹染上怪病多年，药石无医，我才猛然惊醒，这症状与家父和赵海当初何其相似。我断定是那白雾已经开始对高小姐下手了。我心急如焚，立刻跑去书房质问父亲为何要助纣为虐，残害忠良之后，然后我就看见了那团白雾，那根本不是什么仙尸，那就是一只彻头彻尾的怪物。我亲眼看到那团白雾盘踞在家父的头顶，浓郁的白雾化作无数条细密如毒蛇一般，从父亲的七窍钻了进去。我父亲他坐在椅子上一动不动，双眼瞪得极大，眼球上布满了血丝，脸上满是恐惧与痛苦。姐姐，这个画面好可怕呀！七窍钻入，这应该是吸食魂魄。他根本不是在为父亲续命，而是在圈养他，把他当成可以随时汲取养分的药人。我把这些告诉母亲，告诉家里人，可他们没有一个人相信我。他们只看到了父亲健康的活着，说我是读书读傻了，说我不盼着父亲好，甚至叫我禁足，不让我坏了先师的大事。大人，我说的句句属实，那东西就是个怪物，我父亲他快被彻底吞噬了，求求你，救救他！张子谦声嘶力竭地哀嚎着，将头用力地磕在冰冷的青石砖上，一下又一下，血肉模糊。这力度再磕下去，脑子都成一团浆糊了。不过这白雾有点意思。起来，带我去见你父亲。再磕下去，不等我救你的爹，就得先给你收拾了。这孩子也是个实诚人，就是脑子不太好使。不过为了救爹，也算是个孝子。是，谢大人，谢大人。大人，这边请。家父就在书房。大人，就是这里了。书房内没有任何声音，静得宛如一座坟墓。他能感觉到里面有一股极其阴邪诡异的气息，正在缓缓地律动着。猜得不错，应是白雾在吸取张子谦父亲的魂。父亲，您在里面吗？屋内一团浓郁到化不开的白雾，果真正盘踞在书房正中的太师椅上空，无数细密的白色触手正贪婪地从一个枯瘦老者的七窍中钻进钻出。父亲，别动，被发现了。陆真真快速结印，将整个书房用法术将其封印，不让这团白雾再次逃走。父亲，谦儿，夜深至此，带个外人来打扰为父清修，是何道理？父亲，我是来救你的。救我？我看你是想害我。来人，有刺客闯入书房，这个勾结刺客谋害本官的逆子一并拿下。声音穿透了书房，瞬间响彻整个张府。父亲，我没有。不多时，院外响起一阵杂乱而沉重的脚步声，数十名手持棍棒的家丁如潮水般从四面八方涌了进来，将小小的院落围得水泄不通。大胆狂徒，竟敢擅闯御史府邸，一族行刺，给我拿下！不是的，方官家，你们看清楚啊！我是大少爷，我是张子谦啊！你们到底怎么了？然而那些家丁恍若未闻，只是举起手中的棍棒，一步步逼近。别解释了，他们都被控制了。现在怎么办啊？怎么办？
当然是凉拌了。这种小场面，洒洒水了。陆真真从灵兽空间将团团给掏出来，随手就朝着那群面无表情的家丁丢了过去。团团，干活了。除了骨骼碎裂的脆响和尸体倒地的闷响，再无其他声音。张子谦惊骇地看着眼前这一幕，一只可可爱爱的小奶猫，如一尊从地狱降临的杀神，收割所有袭击他们人的生命。能将如此厉害的诡异收入门下，已经不能用厉害2个字来形容陆大人了。哇，团团大佬真厉害！就在此时，2道仓皇的身影从后院奔来。出什么事了？千儿，你没事吧？逆孙，你竟敢勾结妖物，残害家仆！尊母，是弟弟他们都被诡异给控制了，我们是在救他们。那张布满皱纹的脸庞上竟浮现出一抹诡异的狞笑，枯瘦的手指如铁钳般死死扼住他的喉咙。祖母母亲，你这是做什么？千儿是你的亲孙子呀，你还愣着做什么？赶紧将母亲和千儿给拉开！死得好！这死老太婆早就被白雾控制了，张烈又不是傻子，怎么可能甘心给白雾利用？愚孝！团团，他心念一动，团团立刻会意，一条雪白的尾巴如闪电般射出，精准无误地从后心刺穿了张老夫人的心脏。2人抬头看向张老夫人，只见对方脸上的笑容没有因为死而消失，反而笑意加深，显得格外诡异。张老夫人扼住张子谦脖颈的双手猛地再度收紧。母亲，你放开千儿，他是你唯一的大孙子呀。这是傀儡术，不应该啊，他们体内还有一丝生机，傀儡术必须要对方死亡才能运用，为何会如此？既然物理超度没用，那就只能换个方式了。他收回了尾巴，朝着众人张开了小嘴，嘴里没有舌头和牙齿，只有深邃到极致的仿佛能吞噬万物的黑洞。黑洞缓缓缩小，最终消失在团团的嘴里。留你一命，你应该知晓我想要什么。大人饶命！说。我是被人豢养出来的，并非天生地养。主人的任务让我夺走5个长寿之人的阳寿，这不是瞬间的事吗？为何用了这么多年？我虽为诡异，并不想害人，更不想一辈子受人控制。为何找上张烈和赵海？他们寿命所剩无几，正好成为我的傀儡，来对抗我的主人。哼，想法挺美，可惜脑子不太好使，选的帮手也太弱了点。我可以帮你摆脱你家主子的控制，但你得告诉我，你的主人是谁。我不知道他是谁，我有意识的时候就在一个灰暗的山洞之中，他每次来都戴着面具，也没见过其他的人，身上的衣服倒是一直没换，好像是道袍。对，就是道袍。面具，道袍。陆真真的眸光骤然一凝，又是逆道门。我说的句句属实，若大人不信，可以搜魂。这诡异有点蠢啊，不过品质算得上是精纯，拿回镇魔司炼制成上品灵器倒是绰绰有余。陆真拿出一个瓷瓶，先进来，我一会儿就斩断你与主人之间的羁绊。做完这一切，他才缓缓转过身。陆大人，其实你们应该也感觉到了吧，他们其实早已经死了，只不过诡异控制他们的身体，让你们以为他们还活着。事情已经解决了，你们好好生活吧。陆真真说完，也不管张家母子是什么反应，抱着团团离开了张家。逆道门还真是阴魂不散啊。陆真真在心中冷笑一声，将团团放回灵兽空间，转身回了镇魔司。他也是无意中发现镇魔司库房中有不少炼器的玩意儿。姐姐，你是要做无气玉牌吗？
上面雕刻的符文好像是四魂符啊。1个半时辰后，瓷瓶打开，他将白雾从里面放了出来。自由了，我自由了！这个女魔头居然真的信守了承诺。然而下一秒，他的喜悦便凝固了，他感觉自己被术法困住了。等等，你要做什么？他想跑，发现自己被死死禁锢在原地，动弹不得。你居然骗我！哪里骗你了？你自己感受一下，是不是与你主子的羁绊断了？我向来说话算话，换个新主人，不也算是一种斩断吗？我可真是个逻辑鬼才。翌日，送你一个小玩意儿。这是红翡，送我？见陆真真点头，苏宁烟脸上笑容越发温柔。花了这么多钱，头一次看见回头钱，果然真真是最喜欢我的。这是用兽海雕琢地狱牌，里面给你加了一个守护灵，以后贴身带着，可保你平安。你得滴血与之契约才行。大姐，你试着与玉牌中的守护灵沟通。好。好什么好？女魔头是大骗子，你是小骗子。刚出虎口又入狼窝，我咒你们走路踩狗屎，喝水都塞牙。可是我打不赢他，我只能认命了。主人，任何时候都不要取下来，他会保护你，也会是你最忠诚的仆人，能为你做任何事。真真，我也有礼物送你。春桃，宁远侯府只剩我一人了，如今我已回国公府，空着也是空着，这房契和地契就送给你吧。大姐这么想给我送房子？剑宗门当然要地方啦，宁远侯府那么大，前期应该是足够了。苏宁烟并未回答，笑着问道：喜欢吗？喜欢喜欢，谢谢大姐。正想去找萧莹问问什么地方剑宗门最合适，这下有着落了。很快就到了新皇登基大典的日子。别说，萧莹穿龙袍比穿镇魔司服好看太多了，就是这典礼太繁琐了，站得本尊腿都麻了。就在他百无聊赖之际，殿外太监尖锐高亢的唱诺声划破了大殿的宁静。北荒国使臣到，南蛮国使臣到。话音刚落，两路人马一前一后走入大殿。参见大夏皇帝陛下。口中说着恭贺之词，那眼神却像是在打量一件货品。两国使臣远道而来，辛苦了，赐座。然而不等两人谢恩，太监的唱诺声再次响起。三宗一门，前来观礼。此言一出，满朝文武瞬间哗然。宗门之人向来超然物外，不涉凡俗王朝更迭，今日怎会齐齐而至？三宗一门，他们怎么会来啊？自大昭国开国以来，宗门之人从未踏足过朝堂，今日这是能得到三宗一门的支持，对萧莹稳固朝堂极为有帮助。只是希望萧莹不要被逆道门给迷惑了心智，成为第二个景泰帝。苏南辰听见这话，不由得看向自家小妹。难道以前景泰帝如此对苏家，是因为逆道门的缘故？就在众人心思各异之时，4道身影自殿外缓步而入。这么年轻，难道来的不是逆道门门主？上次见到逆道门门主，虽戴着面具，但身体里散发出来的那股子阴邪，就算化成灰，本尊也认得。逆道门干了那么多伤天害理的事情，为何此人却干净的如一张白纸？天机宗长老玄臣子见过大昭陛下，陛下身负大昭国国运，龙气护体，乃万民之福。我宗特送上护国阵图一份，愿大昭国国运昌隆。
玄剑宗弟子冷凝霜，奉宗主之命，贺陛下登基。此剑名为镇山河，可斩杀妖邪，保平安，赠于陛下。贫僧悟道，奉主持之命，送上一尊金佛，恭贺陛下。此金佛被主持开过光，可驱散皇宫内所有诡异。我佛慈悲，佑大昭，风调雨顺，国泰民安。三位有心了，赐座。贫道长生道人，逆道门门主，恭贺陛下登基。长生，背地里搞那么多事情出来，就是为了长生？这名字还真贴切呀。这人要么不是逆道门真正的门主，只是个推出来的傀儡，要么他用某种秘法将产生的阴邪与因果斩断了或转移了。陛下，这里面是3枚9转续命丹，是贫道根据上古丹方炼制出来的。这是何等神物啊！仅仅是药香便有如此奇效。此丹不但能延寿1甲子，更能助武者突破瓶颈，增长1甲子内力。逆道门特献上此丹，愿陛下龙体康健，万寿无疆，佑我大昭江山千秋万代。什么？不但可以延寿1甲子，还能增长1甲子内力？这是何等逆天的神物啊！延年益寿，增强内力。陆真真以神识扫过，丹药内蕴含的磅礴生命精气和精纯能量，做不得假。这丹药确实有长生道人所说的功效，甚至效果可能更好。有点意思，逆道门这是下足了血本啊。虽然大昭国运对其有帮助，但以逆道门的做事风格，用这么多天才地宝炼制一枚真丹，绝不仅仅博取萧莹的信任。不对劲，很不对劲。他再一次凝神细看，将一缕微不可察的神识小心翼翼地探向那枚丹药的丹纹深处。那是在那磅礴的生命精气掩盖之中，发现了一缕邪气。果然有猫腻，谁也不会想到这丹药是真的，功效也是真的，任谁也查不出问题，但里面却下了窃取气运的咒术。一旦萧莹服下此丹，都会通过这道咒法源源不断地将大昭国运窃取到逆道门手中。这逆道门不是来辅佐新皇，他们是来偷国运的。这画风终于对上了，这下好了，本尊终于可以放心大胆地弄死你们了。如此神物，朕岂能如此轻率地服下？今夜朕当沐浴更衣，斋戒静心，方不负此机缘。他将瓷瓶递给福安公公，好生收着，置于乾清宫。陛下心诚，实乃大昭之福。这丹药药效虽好，但因人而异，会出一些状况，还请陛下趁贫道在这里服下丹药，若有什么不适，贫道也好出手护陛下周全。三宗代表听见长生道长说这样的话，微微吃惊。这丹药一点副作用都没有，为何长生道长要如此说？逆道门为了得到大昭新帝的信任，如此瞎编胡说，真是太不要脸了。这是害怕萧莹不吃丹药，所以逼迫他当众吃，还是迫不及待的想要夺取大昭国国运？吃吧吃吧，丹药的效果还是很好的。丹药里的咒术，本尊一会就给萧莹破了。小妹说话能不能别大喘气？不知道这人吓人能吓死人呐！萧莹紧皱的眉头缓慢放松，当着文武百官的面吃下了丹药。四人再次对着萧莹微微起手，便转身，在百官复杂的注视下飘然离去，自始至终都未曾跪拜。北荒使臣巴图参见大昭皇帝，我北荒之人不喜那些虚礼，听闻新皇登基，特拜上一份薄礼，以验陛下天威。只见8名赤裸着上身的北荒壮汉合力抬着一个巨大的玄铁囚笼，艰难地走入殿中。
囚笼之内困着一头身形庞大、身上无一根杂毛的白色猛虎。陆真真看着笼中白虎，有些无语。姐姐，是大白哥哥，大黄哥哥真是的，这么能取笑大白哥哥。此乃我北荒千人斩虎王，为捉住他，我北荒折损了不下3000勇士。若大昭国有人能降服他，我北荒承诺5年之内绝不南下，兵戈止息。可若是大昭国无人能降服他，那便证明大昭气数已尽，天命不在。还求陛下割让云州、燕州、凉州3座城池，以平息我虎王之怒火。可愤怒归愤怒，谁敢上前？谈虎色变，更何况这是只被称为千人斩虎王。怎么，偌大的大昭国竟无一人敢应战吗？看来传言不虚，大昭之人不过是一群只知吟诗作对的软脚虾。所谓的天朝上国，莫非只剩下嘴皮子上的功夫了？陛下，若是无人，还请早早的盖下玉玺，将云燕梁3州划归我北荒吧。欺人太甚，我跟你拼了！不可冲动，那可是老虎啊，去了也是白白送死。陆大人，你不行，你不是这白虎的对手。不行？对，你这个小身板还不够大白哥哥一爪子拍的，你人还是很好的，小青可不想明年的今日到你的坟头烧纸上香。陆真真的目光穿过人群，悠悠地落在了那个缩在角落努力降低自己存在感的八皇子萧恒身上。大黄很快明白主人的意思，他大步从朝臣中走出来，对着萧莹作揖：皇上，本王愿意一试，不知如何才算降服？杀了他！这白虎本王甚是喜欢，不想杀呀。换种方式如何？让他听从我的指令，如何？你想干什么？别用我的身体干什么奇奇怪怪的事情啊！萧恒的魂魄朝着大黄大喊：上次我醒来，我身边围了一圈母狗，福寿公公还说我抱着他们学狗叫，我皇家的脸面都让你丢尽了。哼，那是他们闻到了本大爷的王霸之气，主动来投怀送抱的，关我什么事儿？嘿，你个小没良心的，本大爷这是在帮你，你没看清楚形势吗？这个场面也只有本大爷可以帮大昭国渡过难关。咋地？你要眼睁睁的看见大昭丢3座城池，这可是丢了整个大昭的脸。哈哈哈哈哈！让他听你的指令。逍遥王，你是在说笑吗？这可是饮血千人的虎王，不是你皇家园林里养的猫。你也不瞧瞧自己的小身板，够虎王塞牙缝吗？真是大言不惭，找死！笑吧，一会儿就笑不出来了。好，既然王爷有此雅兴，本使就成全你。只要你能让这头畜生在众人面前完成你的3个指令，就算你降服了他。可若是你做不到，王爷死于虎口，别怪我们北荒没有出手相救了。好，一个传闻中走3步就要喘气的病秧子，哪来的这般胆气？莫非有诈？来人，开笼！白虎看见有人打开玄铁笼门，想要冲出来，就看见一个两脚兽走进来，随之玄铁笼门又被关，气得仰天大吼。所有人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玩归玩，可别把屋顶给掀了。笑死我了，你也有今天啊！这是什么套路？临死前的风言风语？就在众人以为他下一秒就要被撕成碎片时，大黄的笑声戛然而止，慢悠悠地从宽大的袖子里掏出了一样东西。那不是神兵利器，也不是什么灵丹妙药，而是一根通体橙黄还带着几点褐色斑点的香蕉。
对，就是香蕉。全场死一般的寂静。逍遥王，世人都知老虎吃肉，你却用香蕉来相符，你莫不是脑子出了什么问题吧？就这么想找死？就在众人以为大黄必死无疑时，诡异的一幕发生了。刚才还狂暴嗜血，恨不得将眼前之人撕成碎片的虎王，在看到那根香蕉的瞬间，竟如遭雷击，庞大的身躯猛地一僵。哼哼，大白，你也有今天，你最好乖一点，主人也在这里。大白鼻翼嗅了嗅，眼前两角兽身上的味道好熟悉啊！他口中说的主人是谁？难道是他失忆前就喂养他的主人？大黄为啥随身带着香蕉？大白最爱的就是香蕉，这小眼神儿跟看见棒棒糖的3岁小孩似的。这俩货见面就打架，希望大黄不要玩得太过分了。姐姐，小青也联系不上大白哥哥。大白的神魂受损，没了之前的记忆，如今他只觉得大黄身上的味道熟悉，才没有攻击。上界那群该死的让他的毛茸茸受伤，等宗门建好，定要回到上界杀他们一个片甲不留。大白，你也听见了，完成3个指令你就自由了，这根香蕉也是你的。巴图使臣，现在你可以说出3个指令了。巴图的嘴唇哆嗦着，额头上布满了豆大的汗珠。他怎么也想不通，一头饮血千人的北荒虎王为何会对着一个病秧子和一个香蕉俯首称臣？这不合理，这简直是巫术。可事实就摆在眼前，由不得他不信。他后悔了，本是来羞辱大昭国的，没想到给自己挖了这么大一个坑。5年啊，5年不能向大昭国开战，国主知道了定会杀了他的。好，王爷，可听好了。第1个指令，我要他对着你大昭的龙椅发出示威的咆哮，展现他虎王的威风。龙椅上的萧莹脸色瞬间阴沉了下来。第2个指令，我要他像人一样竖立绕铁龙走上一圈。第3个指令，我要他对着本使3跪9叩行臣服之礼。这北荒使者为了活命，这种指令都想得出来。不过这些指令大白是可以做到的，就是大招脸面管不住。放肆，简直欺人太甚！文武百官听见这3个命令，气得脸色涨红。巴图使者，这3个指令会不会难度太大了？还是出3个靠谱的指令吧。假惺惺的做什么好人？若不是大昭国把你们南蛮打服了，你的气焰比我还要嚣张。巴图使者，你确定就这3个指令？太简单了吧。这样吧，本王觉得你的指令缺乏观赏性，本王来帮你加点难度。大白，你听好了。第1，咆哮龙椅太没新意了，给众人吼一曲万寿无疆，调子要准，气势要足。第2，后腿走路太过单调，给众人跳一段舞。至于第3嘛，下跪不雅，就对着这位巴图使臣放一个响亮的屁，以示尊敬。紧接着是压抑不住的此起彼伏的笑声。你欺人太甚！本王从不欺人，欺的都不是人。大白，开始了。虎王大白发出一声惊天动地的怒吼：你他娘的，还不如让虎死了！跳扭秧歌，放屁！本王的虎威何在？本王的尊严何在？姐姐，大黄哥哥太坏了，怎么能趁大白哥哥失忆就这么欺负他呢？失忆的大白哥哥只是比一般的老虎聪明一些，仅仅聪明那么一点点。也不怪大黄，谁让之前大白把大黄当牛马使唤？大黄这是在趁机报复。
等大白想起来，大黄日后没好日子了。本尊还是挺怀念的，大黄偷鸡摸狗、上蹿下跳，被大白喊揍的日子，多惬意呀！做完这一切，大白趴在地上，没脸见虎了。巴图使臣，本王这3个指令可还算完成？这逍遥王爷到底是什么人？居然真的能够控制虎王？我们北荒输了，就这么输了？不，我不能输，输了国主不会放过我，整个北荒都会成为天下的笑柄。不算，本使的指令是让他咆哮龙吟，不是唱什么靡靡之音，是让他后腿绕龙行走，不是跳这种不知所谓的下贱舞姿，是让他3跪9叩行臣服大礼，不是用污秽之物来羞辱本使。你这是偷换概念，强词夺理，这根本就不算完成。急了，他急了，输不起就开始耍无赖了。北荒蛮子的脸皮果然是跟他们的城墙一样厚。不过正好给了大黄一个对北荒发飙的理由，不然这场戏没完没了，烦死了。无耻之尤，简直是蛮不讲理。输了便是输了，竟敢在金殿之上公然抵赖，你们北荒就是如此不要脸吗？哦，原来不算啊，那可真是太遗憾了。既然不算，那这笼子也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在所有人惊骇欲绝的目光中，那根由百炼玄铁铸造、足以抵挡千斤巨力的栏杆，竟在大黄的手中如同麻花一般，一寸寸的缓缓掰弯。怪物！这哪是什么病秧子啊？这分明是大昭国豢养的怪物啊！逍遥王，他不是自幼体弱多病，手无缚鸡之力吗？如此神力，简直闻所未闻，难怪他能在9子夺嫡中活下来。难道逍遥王真的是怪物，是诡异？我呸！逍遥王力战北荒使者，算哪门子怪物？这是天佑我大昭，天佑我大昭啊！没看见镇魔司也在这里吗？他们都没出手，定然不是害人的玩意儿。一声低沉的虎啸，大白摇晃着他那庞大的身躯，也跟着从牢笼里钻了出来。护驾，快护驾！大黄看着场面有些失控，摸了摸身侧的白虎。大白宛如听话的大猫，趴在地上直勾勾盯着巴图等人。巴图使臣，你看这畜生野性难驯啊，万一他兽性大发控制不住，不小心伤了甚至是吃了使臣一行人，想必北荒国主深明大义，也不会为了一场小小的意外怪罪我大昭吧。这番话却让巴图浑身的血液瞬间冻结。意外，这分明是赤裸裸的威胁，当着满朝文武和星皇的面，威胁要将他这个北荒使臣喂老虎。对，赶紧让北荒滚蛋，好饿呀！算，逍遥王爷，赌约你完成了，是我们北荒输了，5年之内北荒绝不会向大昭国开战的。哦，算了吗？可使臣刚才不是还说本王偷换概念，强词夺理吗？是我不要脸，是我错了，不知王爷可否原谅我？哼哼，既然巴图使臣已经认输了，朕就等着你们的休战国书。大白看着到嘴的鸭子就这么飞了，喉咙里发出一声极度不满的低吼。别急，晚上带你悄悄去他们驿馆。大黄带着白虎回了之前的位置，这场由北荒挑起的风波就此以一种戏剧性的方式落下了帷幕。南蛮使臣古雨泽参见大昭新皇，武皇万岁万岁万万岁！平身。谢陛下。刚送走一头狼，又来一只笑面虎，这南蛮子看着恭顺，出手这么阔绰，
肯定没憋什么好屁。陛下，区区薄礼不成敬意。我南蛮地处偏远，物产贫瘠，唯有这东珠尚能拿得出手。我主听闻陛下登基，特命臣下前来，除献上贺礼，更希望与大昭永结秦晋之好，以固两国邦交，使边境百姓永享太平。果然，国与国之间不是打仗就是联姻。萧银刚登基就要当种牛，终究是躲不过耕地的命运了。虽说逆道门的3枚丹药有咒术，但药效是实打实的好。萧银耕田的时候就会发现自己有多厉害了。苏南辰没想到陆真真的内心如此丰富，什么话都敢说，还好皇上听不见。他这么想着，就看见萧莹拳头抵住嘴，轻咳了2声，目光还往陆真真那个方向看了一眼。苏南辰心中暗叫：不好，皇上不会也能听见真真的心声吧？哎呀！哦，永结秦晋之好，不知南蛮使者是想将公主嫁我大昭哪位好男儿？萧莹反应挺快的，不留痕迹地将自己摘了出来。本尊有些期待，哪家倒霉蛋要娶南蛮公主？吃瓜真香。回陛下，是逍遥王。我南蛮的长公主自幼体弱多病，缠绵病榻，寻遍名医也未见好转。我听闻逍遥王爷从小身子骨也不好，我主认为逍遥王爷与长公主同病相怜，定能互相扶持，心意相通。若能结为连理，实乃是天作之合。萧恒是不会答应的，更何况现在控制身体的是大黄，大黄是狗，物种都不一样。这南蛮使者再纠缠，大黄又要发疯了。苏南辰一愣，萧衍的体内有2个灵魂，其中一个还是狗，难怪刚才萧衍行事作风都变了，不但力大如牛，说话还夹枪带棒，阴阳怪气，这就很难评了。萧恒的魂魄听见南蛮使者的话，都快要气炸了。他都快死了，这些人还不肯放过他。快给本王拒绝他，本王是不会娶什么南蛮公主。放心，南蛮公主哪能比得上母狗？只要你拒绝，我不再阻止你去找母狗。哎呀，丢脸就丢脸吧，总比娶南蛮公主好。行，这可是你说的。你想让你们的公主嫁给本王？是。南蛮使者，你可能只听说过本王身子骨不太好，却不知本王的脾气非常不好，心情不好就会揍人。万一哪天本王心情不佳，控制不住，失手将你们那娇滴滴的公主打死了，想必南蛮国主深明大义，也不会为了这位长公主的意外身亡与我大昭开战吧。王爷说笑了，说笑了。既然王爷无意，我南蛮自然不会强求。既然如此，南蛮使者，你们换一人联姻好了。既然皇室不行，那就换大昭朝臣，毕竟朝臣是无法拒绝的。他的目光最终定格在了一个人身上。陛下，下官以为这位大人与我南蛮公主亦是郎才女貌，天作之合。苏南辰那张向来古井无波的脸上第一次出现了皲裂的痕迹，联姻之事怎会落到他的头上？他只是大理寺卿，于国于家都轮不到他来和亲。乔大哥这脸色，也是要拒绝联姻的吧？这位南蛮公主连续被3人拒婚，惨，真是太惨了。本尊都觉得她很可怜了。不过这南蛮使者眼神倒是不错，瞎猫碰上死耗子，还真给他指对人了。南蛮长公主正是大哥，寻了3年，想念了3年的姑娘。什么？大哥3年前在江南查案，对人家一见钟情，至今还恋恋不忘。大哥动用了所有的关系网，
寻遍了大江南北，都找不到他的痕迹，还以为此生再无相见之日。嗨，谁能想到呢？人家根本就不是大昭子民，而是南蛮的长公主殿下，自然找不到。大哥可不要拒婚啊，南蛮长公主也是心悦你的。回去他就开始装病了，南蛮公主极其疼爱这个女儿，就没有让她出嫁，一直养着。若不是这次战败，南蛮长公主也不会同意来联姻。大哥跟南蛮长公主可是正缘啊，若是拒绝，这辈子就只能打光棍了。那个让他辗转反侧、刻骨铭心的女子，竟是南蛮的长公主。以大哥忠君爱国的性子，怕南蛮耍诈，定然会拒婚的。哪怕知道对方是自己喜欢的女子，怕什么？府里有玄光镇邪诏，可以杀死对苏家有杀意或恶意之人。大哥担心的事情绝对不会发生。苏南辰哑然，他咋把玄光镇邪诏给忘了？这桩婚事于国可安10年边境，于家可解大哥3年相思之苦，简直完美。但要如何跟大哥说？苏爱卿，你可愿娶南蛮长公主为妻？启禀陛下，臣愿意。此言一出，满朝皆惊，文武百官有一个算一个，全都懵了。苏大人果真是忠君爱国，宁愿牺牲自己的姻缘，也要帮皇上解决难题。朝臣看苏南辰的目光都变了。别看大哥现在难受的紧，要是知道娶的是自己喜欢的姑娘，肯定要高兴疯了。真想看看大哥当时的表情，一定很精彩。哼哼，着礼部与司天监合议，1月之内，则以黄道吉日，为大理寺卿苏南辰与南蛮公主完婚。南蛮使臣，你可有异议？外臣没有异议，外臣代我国主谢陛下隆恩浩荡，陛下圣明。登基大典结束，紧接着便是陆真真心心念念的宫宴。妮希，你快看，这朵海棠开得真好，像抹了胭脂似的。思琪，我们去那边看看吧。一转头，王思琪不知何时已不见了踪影。咦，思琪呢？小姐，刚才有人喊王小姐去看锦鲤了，你要不要也过去？这个思琪竟然不跟我说一声。小姐，王小姐跟你说过了，定然是你没听见。苏宁熙叹口气，点点头。最近他的确有些心不在焉。苏小姐，我们又见面了，当真是缘分啊。魏公子，请自重。苏小姐何必如此拒人于千里之外啊？你我门当户对，我心悦于你，若你我结为连理，岂非一桩美谈？魏公子，光天化日之下，你这是要作甚？我家小姐是镇国公府的第3小姐，岂是你这般轻薄？况且我家小姐不喜欢你，请你自重。滚开！一个贱婢也敢在本公子面前叫嚣！魏公子，这里是皇宫御苑，不是你安国公府撒野的地方。我再说一次，请你让开。本公子就喜欢你这带刺的模样，够味。你放开我！这里如此偏僻，你就算叫破喉咙也不会有人听见的。今日你若从了我，日后便是安国公府的2少夫人，享不尽的荣华富贵。若是不从……一旁的春芽见状，上前捶打魏子安，让他放开自己小姐，一把将春芽从背上薅下来，狠狠摔在地上，不解气的一脚又一脚踹了过去。住手！小姐，我一会儿拖住她，你赶紧去找2小姐。苏宁熙重重点头，趁魏子安不注意，转身就跑。想跑？你跑得掉吗？这模样长得挺讨喜的。别急，等我疼爱完你家小姐再来疼你。苏宁熙跑得太急，撞在一个男人的身上。这里是皇宫，你乱跑什么？
小希儿，跑什么啊？莫不是见了本公子害羞了不成？帮帮我！这位大人，我乃安国公府二公子魏子安，此乃我的未婚妻苏家三小姐苏宁熙。我与她之间不过是闹些小别扭，耍些小情趣，不劳大人费心了。我不是你的未婚妻。小希儿，莫要再任性了。你忘了，3日前你在闺房中绣的荷包，不就是为我准备的？你还同我说针脚不好，怕我嫌弃。他惊恐地瞪大了双眼。魏子安不仅是纠缠他竟早已将眼线安插到了自己的身边。家里不是有玄光镇邪罩吗？为何还有他人眼线？难道失效了？不会，珍珍姐说那法宝不会失效的，定然是这人胡诌的。毕竟闺阁中的女子在家不是看画本就是写字画画，偶尔刺绣。绣的胡说，我这几日都没有绣过什么东西。好啦，不气了，我跟你道歉还不行吗？你就算再气我，也在家里发发脾气，别让外人看笑话呀。乖，跟我回去。魏世子，如此诋毁一个姑娘的名声，这不好吧？这位大人，我怎么就诋毁了？她本就是本世子的未婚妻。苏宁熙见魏子安如此纠缠，整个人逐渐冷静了下来。这人虽是见色起意，但行为上不符合纨绔子弟的行为。毕竟在京城也有不少好色的公子哥，对平民百姓家的女子或许会用强的，但对于官宦家中的世家小姐，碰了壁自然不会再来纠缠。这人缠上自己，恐怕是受人指使，下了决心要毁他名誉。电光火石之间，苏宁熙做出了一个连他自己都未曾想过的大胆举动。他仰起头，将自己柔软滚烫的唇狠狠地印在了周清风那线条冷硬的脸颊上，一触即分。魏子安，你看清楚了，镇魔司的周清风，周大人才是我苏宁熙的未婚夫，不是你休得再来纠缠我。好得很，苏宁熙，你这个贱人，你给我等着！魏子安猛地一甩衣，转身离去，那股令人窒息的压迫感也随之消散。我都干了什么呀？周大人，对不住啊，刚才情非得已，是小女子唐突了，我实在是被逼无奈，情急之下才拿您当了挡箭牌。无碍啊，还请周大人带我去找找春芽，她受伤了。两人快速回到刚才的位置，一眼就看见倒在血泊之中的春芽。快送她去找大夫！送去太医院吧，我有令牌。春芽没有生命危险，让她先在太医院里休息一会儿吧。走吧，宫宴要开始了，我先送你去找国公夫人。这几日就不要出府了，那人是不会善罢甘休的。一路上无数道或探究或鄙夷或嫉妒的目光如芒在背，刺得他几乎喘不过气来。哎，那不是苏家三小姐吗？怎么跟镇魔司的人走在一起啊？你看她那脸红的，衣衫也有些凌乱，怕不是……她之前没脸没皮的追着七皇子跑，后来听说跟什么秀才公不清不楚的，现在又勾搭上了周副指挥使，苏家的脸啊都被他丢尽了。希儿，你跑到哪里去了？怎么和周大人在一起？国公夫人，苏三小姐方才在园中迷了路，在下恰巧遇见，就把她送回来了。多谢周大人。周清风只淡淡的嗯了一声，目光在苏宁熙身上停留了一瞬，便转身离去。希儿，你的脸色如此苍白，是不是出什么事了？他一把拉住苏宁熙的手，将她带到僻静的垂柳下，压低了声音，急切地问道：快跟姐姐说，到底怎么了？是不是有人欺负你了？带着哭腔，将方才在御花园发生的事情一五一十地说了出来。从魏子安的纠缠到春芽被打晕，
再到他言语间的羞辱，以及那句让他遍体生寒的荷包之言。周大人说，那人绝对不会善罢甘休。难道我这一辈子都不能出府邸了吗？安国公府，魏子安，他怎么敢如此欺辱我苏家的人？姐姐，你说我们苏家是不是又被盯上了？不然为何魏子安会这般处心积虑的要毁我名声？是啊，一个纨绔子弟，再好色，也不至于对郑国公府的嫡女用上如此下作又阴损的手段。这背后定然有人指使。苏家的敌人不是先皇吗？难道暗中还有人对苏家不利？我们苏家躲过了那么多明枪暗箭，如今我们有了珍珍，更不用害怕。别怕希儿，有姐姐在，天塌下来姐姐给你顶着。我苏家的人不是谁都能欺辱的。就在这时，一名内侍尖细的嗓音响起：请各位夫人小姐进殿入席。嫣儿、希儿该入席了。走吧，别让母亲担心。众人按照品阶官位依次寻找自己的席位。苏宁熙一抬头，看见魏子安正阴恻恻看着自己，身子猛地一僵，呼吸瞬间变得急促，眼里满是惊恐与厌恶。小妹，别怕。他的心神沉入玉牌之中，对着那被封印的白雾下达了第一个的指令：去，附到他身上去，不要让他察觉，不要惊动任何人，然后等我的命令。是，主人。以大姐的性子，不会随意控制白雾对人动手的。这个男人难道对大姐做了什么？大人，那人是安国公二公子魏子安，此人好色成性，手段阴狠，不是良配。周大人，你明日起练半个时辰眼神。他刚才在御花园纠缠过苏三小姐，此人性情暴戾，将苏三小姐的丫鬟都给打伤了，已经送去了太医院。若不是属下路过救下了苏三小姐，怕是苏三小姐已经遭遇了毒手了。他伤了春芽。魏子安，你怕是不知道死字有几种写法。姐姐，小青生气，小青要咬了他的屁股，再把他的骨头一寸一寸的咬碎。小青，稍安勿躁，大姐已经出手了，我们先看戏，你找准机会再出去咬他屁股。魏子安毫无征兆地打了个冷颤。奇怪，这店里怎么有点冷？魏二哥，你这是肾虚了吧？这才刚入秋就寒冷了。旁边的公子哥立刻哄笑起来。去你的！皇上驾到！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众亲平身，入席吧。谢皇上。宫宴正式开始。约莫一炷香的功夫过后，正与身边几个狐朋狗友吹嘘自己风流韵事的魏子安，端起酒杯正要一饮而尽，突然他手一抖，酒水洒了半身。他晃了晃脑袋，只觉得眼前的一切都开始变得扭曲模糊。看着苏家姐妹深情款款地端着酒杯朝着他走过来。魏公子，你快过来呀！公子，来快活呀！美人儿，我的美人儿，我来了！像一头发了情的公狗，朝着那两个绝色美人就猛扑了过去。大殿之上瞬间鸦雀无声，所有人都被这突如其来的一幕惊呆了。众人只见那安国公府的二公子状若疯魔，竟一把抱住了两名正在上菜的年轻太监。那两名小太监吓得尖叫起来，拼命挣扎。小美人跑什么跑啊？你可是跑不掉的，嘿嘿，让小爷好好疼爱你们。来人呐！你们还在等什么？赶紧把他们拉开呀！大姐这办法真不错，
可比直接杀了他要解恨多了。姐姐，这瓜真好吃啊！不愧是苏家的女儿，就是够味儿。希儿，不是你的错。魏子安如此，是苏宁烟给白雾下达的命令。他要知道是谁在暗中对付镇国公府，并且让魏子安在新帝面前出丑，一举两得。哪怕苏家名誉受损，也好过被人算计后丢了性命要强。放肆！安国公，你的家教可真好啊，在朕的宫宴上闹出这样的丑事儿，你是对朕这个新帝有什么意见，还是对朕重用镇国公府有意见？皇上，老臣绝对没有这个意思，是老臣教子无方，还请皇上看在吾儿年幼的份上饶他一命。哼，给你们一个机会，让你们的儿子亲自跟朕好好的解释解释，若说不出个所以然来，你们安国公府就等着抄家流放吧。皇上不会是因为听见小青蛇想吃瓜，才没有让人立即将人拖走的吧？这是不是太宠了一点了？北荒和南蛮的使者还在呀，难道皇上连大昭国的脸面都不要了？谢皇上隆恩，谢皇上隆恩。安国公夫人也顾不得仪态，连滚带爬地扑向自己的儿子。逆子，瞧你干了什么傻事儿！孽子，还不快给老夫住手！你想让我们安国公府满门抄斩吗？被白雾彻底侵蚀心智的魏子安，哪里还认得出自己的亲生父母？在他的幻觉中，打他脸的父亲赫然变成了苏南辰，而拉扯他的母亲则是镇国公夫人秦氏的脸。魏子安眼中凶光大盛，一把推开怀里的小太监，反手就朝着自己的母亲脸上狠狠扇去。哇哦，这一巴掌真实诚！姐姐，小青觉得当年护住了萧莹的命实在太值了，蛇想吃瓜，他真给呀！若以后他一直都这么懂事，小青想保他长命百岁。子安，你竟敢动手打我！打的就是你这个老钱婆！苏家的婆娘，还敢在本公子面前摆谱？你以为你女儿是什么金枝玉叶啊？早晚都是老子的胯下玩物！还有你，苏南辰，别以为你们镇国司攀上了新帝就能压本公子一头！我告诉你，你们苏家死到临头了！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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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都以为我魏子安胆子真的有这么大吗？我告诉你们一个秘密，是先皇临死前下的密诏，不管用任何办法和代价，都要你们镇国公府所有人生不如死。此言一出，犹如一道惊雷在大殿之中炸响，所有人都倒吸一口凉气，满脸骇然。先皇密诏，先皇早就看你们镇国公府不顺眼了，要让你们苏家满门摁死在尘埃里，永世不得翻身。即便先皇死了又如何？只要办成此事，国师亲口承诺，将保我们安国公府世代荣华富贵。原来真有国师此人，终于明白，先皇都死了，还有人针对镇国公府，原来是国师在幕后搞事情。玉座之上，萧莹的脸色已经阴沉的能滴出水来，一股磅礴的帝王威压瞬间笼罩了整个大殿。以先帝和逆道门门主的关系来看，国师就是逆道门门主。种种事情来看，逆道门不过是利用先皇吞噬大昭国国运，先皇利用逆道门夺舍长生和手握权力而已。如今大部分国运都在萧莹身上，小部分分在镇国公、江永将军以及镇魔司指挥使，也就是本尊身上，其余流失的国运已经被逆道门吞噬了。先皇死了，萧莹有本尊护着，逆道门想吃下大昭国运难上加难。不过可以利用萧莹找到逆道门所在之处，如此想来，萧莹身上的禁术暂时不用解了。姐姐，国师是什么？可以吃吗？小青，
那是条更大的毒蛇，以后姐姐抓来给你当辣条啃。国师万岁，先皇万岁，苏家都得死，都得死！够了！来人，将这个风言风语、秽乱宫闱的逆贼给朕拖出去！魏子安藐视先帝，构陷先皇，侮辱镇国公府，就地斩了！是。放开本公子！你们这群狗奴才！我乃是先帝密诏，我立下了天大的功劳，你们敢动我？安国公目眦欲裂，他终于明白，他引以为傲的儿子不是失心疯，而是真的与先皇与那个神秘的国师勾结在一起，图谋镇国公府。这是诛九族的弥天大罪。完了，安国公府彻底完了。安国公为民，教子无方，纵子行凶，更与逆党有所牵连，罪不容诛。朕念其祖上有功，从轻发落，即日起革去安国公府一切爵位、封号，贬为庶民，府中家产充入国库，安国公夫妇永世不得入京。谢皇上隆恩。诸位爱卿，先皇已逝，大昭国如今是朕的天下。那个所谓的国师，朕不管他是人是鬼，是何方神圣，胆敢暗中谋害大昭的忠臣，乱大昭国的根基，便是以朕为敌，与大昭的万民为敌。朕给你们一个机会，凡是与先皇、与国师有任何接触牵扯之人，3日之内主动到大理寺向苏大人交代清楚，朕可既往不咎。3日后若被大理寺查出，哼，一律诛9族，求情者同罪。殿内群臣，无论是心中有鬼的，还是清白无辜的，尽皆脸色煞白。魏子安声息断绝的那一刻，白雾从他体内出来，钻回了玉牌之中。主人，我干得不错吧？那个蠢货的身子太弱了，我还有好多绝活没拿出来呢。主人，快夸一夸我，快夸一夸我。你很棒。经过刚才的事情，萧莹没了兴致，没有跟任何人说，直接离开了。大臣们见皇上都走了，宫宴自然也进行不下去了，他们也不愿多留，直接散场。半夜10年休战。他正想着，窗外传来有声响。谁？房门吱呀一声，被人从外面推开了。一人一虎站在门口。王爷，你这是何意？本王不信什么10年休战。你们北荒与大昭国战斗多年，若是想休战早就休了。你们不过是趁我大昭新帝登基，带着大白过来炫耀你们北荒兵强马壮，想吓破新帝的胆，让我们大昭国对你们北荒俯首称臣。可惜啊，新帝可不是昏庸的先帝，这不，皇帝陛下让我来解决你。你们不能这么做，我可是北荒使者，你们不能指手来使。你没听说过一句话吗？什么？只有死人才是最安分的邻居。整个北荒使臣团连同他们的护卫还在睡梦中便被屠戮殆尽。次日天光微亮，金銮殿上气氛却比昨夜的别院还要冰冷压抑。启禀陛下，昨夜子时皇家别院遇袭，北荒使臣巴图及其随从107人无一生还，杀人者是逍遥王。话音落下，满殿死寂。杀了使臣还是整个使团？逍遥王这是疯了吗？两国交战不斩来使，这可是千古铁律。逍遥王此举是要逼着陛下与北荒不死不休啊！朕知道了。陛下，万万不可！
两国交战不斩来使，此乃自古以来的规矩。逍遥王此举无异于是公然向北荒宣战，届时狼烟再起，边境百姓再陷于水火。请陛下降罪逍遥王，以安天下，以慰北荒。请陛下降罪逍遥王，请陛下降罪逍遥王。一时间，附议之声此起彼伏。哟，都演上了。这帮老狐狸一个个义愤填膺，不知道的还以为他们多心系天下苍生呢。北荒那帮孙子耀武扬威的时候，怎么没见你们这么激动？现在倒是一个比一个会演。北荒根本就不会休战，杀了就杀了，也好震慑北荒，长我军气势。这帮老狐狸心里清楚，却还是因为长期的勾心斗角、党派之争，不将这件事放在心里，却不断的试探萧莹的底线在哪。若萧莹这次妥协，日后这样逼萧莹的场面只会越来越多。